北京市某小区的草坪边上，一对男女正在散步。一个玻璃烟灰缸从天而降，朝着两个人砸了下来，而他们却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浑然不知。女人已经怀孕5个多月了，名叫蔡桃。陪蔡桃散步的是她的丈夫郭强。这个烟灰缸是从路边8号楼22楼的一户人家掉落下来的。这户人家住着夫妻俩，男人名叫吴志，烟瘾很大，最近刚刚戒烟失败。他老婆李琴非常生气，尤其是今天，吴志下班回家带回来一个大大的烟灰缸，李琴可不干了，大骂吴志：“吴志呀，吴志，你可真是人如其名！你说说你，除了抽烟喝酒，你还能干点啥？你是干啥不行啊？就说这戒烟吧，你戒了多少回了啊？今天可好，你还带个烟灰缸回来，这明明是向我示威呀你！”吴志一听很是心烦：“你吃枪药了呀？这烟缸是局长送的，我敢不要吗？”“唬谁呢你？我就不信局长还能给你送东西。你瞧人家郭强，跟你一个学校毕业，同一天到单位报到，怎么才几年时间，人家就当上了科长，而你却在他手底下跑腿呢？人各有志，以后你少说这些话，快把烟缸给我。”“不给，我就不给。”这两口子你争我夺，抢了起来。抢着抢着，李琴灵机一动，看窗户开着呢，他顺手朝外一扔，这烟缸可就出去了。各位，他家是22楼，这个高度落到地面，要是砸在人身上，那可是相当危险呀。就见这个烟缸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之下，速度越来越快，不偏不倚，正好砸在了散步的孕妇蔡桃的肚子上，然后便反弹到了草坪上。郭强正跟老婆聊得开心呢，忽见眼前光华一闪，一个透明物体从天而降，倾斜23度，在他的面前落下，击中了妻子蔡桃的肚子。就听蔡桃哎呀一声，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，双手捂着肚子，一个劲儿的喊疼：“哎呀，好疼啊，我好疼啊！”郭强赶忙俯下身去，一看，糟了，蔡桃流血了。顾不得多想，他一手搂住蔡桃的上身，一手托着蔡桃的双腿，抱起妻子，跑到自己的车位，开上车直奔医院。再说吴志和李琴，烟灰缸扔出窗外之后，俩人都后悔了，心想这要是砸到人，可就麻烦了。两口子也不吵了，到窗口往下一看，发现一男一女蹲在地上，好像是那个女的被砸中了。周围3、2两围着几个邻居，他俩一商量，决定下楼打探。那意思，如果伤得不重，就主动赔点钱，帮人家看看病；如果严重的话，再见机行事。结果等他们到了楼下，那对男女已经不见了。跟邻居们一打听，才知道被砸的是郭强的老婆蔡桃。夫妻俩相互交换了一个眼神，彼此会意，装作没事人一样上楼了。回到家一商量，李琴就说：“吴志，郭强他老婆可是怀着孕呢，整不好就得流产，咱可不能承认呀。只要咱俩不说，没人知道这事儿是咱干的。”
吴志想了想，好吧，良心丧于困境，这也是没办法。谁叫他郭强是我的上级呢？这要是说出真相，以后可怎么相处呀？两口子又一商量，觉得不能坐以待毙，得主动出击，以攻为守。于是吴志便打通了郭强的手机。喂，领导啊，刚才我下楼遛弯，听邻居们说，怎么，嫂子受伤了，在哪个医院呢？我过来看看。听筒里传来郭强的声音：“老同学，你不用惦记，没什么事儿，在医院待2天就好了。”虽然郭强再三说不让他去，可吴志夫妻俩还是找到了医院，表现出很关心、很着急的样子。蔡桃流产了，还好没有生命危险，需要在医院观察几天。吴志临走的时候，郭强请他帮忙，让他到草坪那里找一下，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砸了蔡桃的肚子。吴志满口应承，就带着老婆李琴回家了。他们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0点多了，两口子没回家，直接先到草坪那儿寻找，没费太大的劲儿就把那个烟缸找着了。吴志匆匆把烟缸揣进怀里，便上楼了。到家吴志就说：“这个烟缸，局长给了我和郭强一人一个，要是让他看到，肯定会猜到咱的头上。你傻呀，你不会说没找到不就行了？”于是第2天一早，吴志就给郭强打了个电话，说昨晚上和今早上我把草坪找遍了，也没看到什么硬东西，大概是被人给捡走了吧。几天之后，蔡桃出院了，遗憾的是，医生说她将来很难再怀孕了。这回郭强可又急了，我非找到那个罪魁祸首不可，看看到底是谁这么缺德，从楼上往下扔东西。他找到物业经理，要求调监控看看。物业经理说：“郭先生，您的情况我知道了，应该让您看看监控，不过最好您还是请警察来看，更为合适。”郭强一听，你可真会说话，好吧，掏出手机就报了警。结果还真有一个监控摄像头对着草坪，可惜有点远，看不太清楚。在菜桃被砸之后，也没有什么可疑现象。大伙很失望，后来就看晚上的内容，发现吴志在草坪那儿翻找，看他的动作，最后好像是捡起什么东西，但又不像，因为他背对着镜头，实在是不能确定。郭强就说：“这是我的同学加同事，是我让他帮忙找找看的，他已经打电话告诉我了，什么也没找着。”于是警察同志要求再去现场看看，郭强和物业经理就一同陪着警察往外走。刚出监控室的门，迎面走过来2个人，是吴志和李琴。见面就说：“警察同志，我们是来说明情况的。”原来吴志听说因为蔡桃失去了生育能力，郭强急得报了警。他做贼心虚，跟老婆李琴一商量，觉得还是主动承认的好，这算自首啊。得知实情之后，郭强说：“看在老同学的份上，我可以不告你，但是我老婆以后不能生育了，这个怎么算？”吴志一听有点傻眼，不自觉扭头看他老婆李琴。李琴心里就一翻个，心说什么意思？你看我干嘛？他老婆不能生了，难道你还让我替他生啊？他还真是想多了，
就见吴志定了定神儿，难得斩钉截铁地说：“老郭，咱俩是老同学，现在你又是我的上级，我在这儿向你保证，嫂子的病还得治，医疗费我出，咱找全国最好的医院，就算是实在不行了，还可以做试管婴儿嘛。总之，我向你打包票，一定让你当上爸爸。”后来，郭强和蔡桃果然没有追究吴志夫妻俩的责任。1年之后，蔡桃还真就再次怀孕了。生产的时候，吴志和李琴这2口子忙前忙后的，真好像是比自己生孩子还高兴呢。